根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1月18号报道，目前已经有3艘航母和2个两栖打击群部署在西太地区。由于其中2艘两栖攻击舰可搭载最先进的 F-35B 闪电2战斗机，所以被称为所谓的闪电航母。美军在新年伊始就在中国周边摆出3+2航母群和准航母群的大阵仗，充满挑衅的味道。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资料，1月上旬，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及埃塞克斯号两栖戒备群先后进入南海水域。卡尔文森号在1月9号出现在巴拉巴克海峡，这是美军2022年新年来首次进入南海地区，同时也是自去年10月后，卡尔文森号时隔2个多月再次进入南海。而埃塞克斯号两栖戒备群此前则是部署在中东，任务结束后从印度洋穿马六甲海峡，于11号深夜抵达南海。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于1月10号离开加州圣迭戈进行部署，目前已经抵达日本东南方向。此外，美国号远征打击群位于台湾东南方向，里根号航母则在日本横须贺港口内。如果将里根号航母算上，那么中国周边有3艘美国航母和2艘大甲板两栖攻击舰。我们值得关注的是，在整个的这次的演练过程中呢，其实美国除了出动航母战斗群之外呢，它还动用了两栖攻击舰，实际上也是在对外宣称呢，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发挥它的两栖作战的能力。也有观点认为，尽管美国多艘航母、大型两栖攻击舰云集亚太，看起来挺唬人，其实这种情况不会维持太长时间，也是拍张合影就走。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和埃塞克斯号两栖戒备群已经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马上会返回母港进行休整。从某种程度来看，可以说是林肯号和卡尔文森号在西太交接班，导致美在西太航母和大型两栖战舰突然增多。美国航母打击群可能会借机合练一下，但此后部分舰艇就会各回各家，各奔东西。因为它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呢，就是伊核协议的谈判呢，进展也不是那么乐观。那这样一来，中东需要美国的军力继续在这里保持，那么亚太呢，或者是印太呢，它要形成一种绝对的优势，所以它的兵力呢还是不够用。但是为了达到所谓的这个印太再平衡或者亚太再平衡吧，它还是要把60%的舰艇和飞机呢部署在印太地区，来维持它的这种威慑的能力。近日，美国海军内华达号战略核潜艇驶入关岛基地。内华达号属于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该型艇可搭载24枚3x几潜射洲际导弹，每枚导弹可携带8个 W88核弹头。一般来说，战略核潜艇的行动属于军事机密，5大常任理事国都很少主动公布相关行踪。上一次公布还是2016年10月，美军宾夕法尼亚号战略核潜艇部署关岛。当时，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海军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近30年来首次在关岛部署。因为上次美国公开向关岛派出战略导弹核潜艇，还是在上世纪1988年，当时冷战尚未结束。分析认为，内华达号战略核潜艇所配备的导弹射程在11000公里以上，部署到距离中国不到3000公里，离俄罗斯也只有5000公里左右的位置上，对它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什么好处。若其前出到这个位置，返回时很可能遭其他国家攻击型核潜艇跟踪。而美军选择当下高调公布这一消息，在第2岛链部署近200枚核弹头，足见美国是多么下血本。有观察指出，美军一反常态的冒险在这里部署战略核潜艇，意在向外界展现其强大的核力量，威慑潜在对手，同时也向其亚太地区的盟国做出表态。事实上，这是在表明美国呢希望能够让周边他所认为具有这个威胁的国家知道，美国可以在关岛部署它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意味着在相关海域，美国拥有了自己的导弹反制能力。因为美国一直担心呢，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导弹对于它的关岛基地会构成威胁。